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每个领导者必备的生存武器——权谋术。在商场如战场的今天，领导者的智慧决定了团队的方向和企业的成败。在这个丛林法则的世界里，有些人凭借其独特的管理才能，成功地驾驭他人，实现目标。而这些成功的背后，往往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权谋技巧。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5个重要的权谋术。无论是企业的高层决策，还是团队的日常管理，权力的平衡和人性的驾驭，都是一位成功老板不可忽视的课题。这些技巧看似简单，但却在背后支撑着每一个成功的领导者。掌握了它们，你将能够更有力地引领团队走向成功，同时让自己成为真正的掌舵者。在接下来的分享中，我将带大家走进这些看似神秘但却非常实用的权谋技巧，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导智慧，为自己的团队和事业注入新的动力。第一，设计控制兽性的制度。人性既有光辉的一面，也有阴暗的一面。古人云：不背叛，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。在利益的诱惑下，人性中那种自私、贪婪，甚至背叛的阴暗面很容易被激发。作为一个领导者，千万不要轻信人性，而是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和规则来约束每个人的行为，确保每个人都在规则的框架内行动。例如，古代盗墓者为了避免被背叛，通常采用了父子配合的模式，一个人在下方取宝，另一个人在上方拉绳，但父子关系并不总能避免背叛。最终，盗墓行规规定由父亲在上拉绳，儿子在下取宝，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和无背叛的发生。这种制度的设计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，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防范机制。好的制度能够化恶为善，甚至能够将坏人变成好人。反之，不合理的制度则可能让好人变坏。例如，德国的高效管理制度并非仅依靠文化素质，而是源于一套严格的法律法规。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，甚至有可能面临严厉的罚款或赔偿。这些制度逐步将不文明行为压制在了萌芽阶段，从而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习惯和文化。第二，权力制衡术。权力制衡术也可以称为若陈术，它的核心思想是不能让手下的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拥有过大的权力。一个强大的下属不仅会成为你的得力助手，也可能成为你的威胁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作为领导者，你必须通过制衡机制来保持权力的平衡。古代帝王常常通过制衡术来平衡忠臣和奸臣的势力，确保权力不偏向任何一方。比如，刘邦在打下江山后，采取了有效的策略，保留了一部分重臣的权力，但也确保了亲戚之间的权力斗争，这样可以防止任何一方势力过于强大，从而威胁到皇帝的地位。优秀的领导者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的拥有者，更是一个巧妙的权力操控者。刘邦通过巧妙的制衡策略，成功地避免了忠臣和奸臣之间的权力空缺问题，最终保障了自己的权利。无论是团队内部的权力平衡，还是公司高层的战略部署，都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制衡状态，避免权力过于集中或过于分散。某大型科技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有几位重要的决策者，包括 CEO、CTO 和 COO。CEO 是公司的领导者，但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方向则由 CTO 主导，而运营与日常管理则由 COO 负责。随着公司业务扩展， CEO 和 CTO 之间开始出现权力斗争。 CTO 认为公司的未来方向应该更多依赖于技术创新，而 CEO 则认为商业模式和市场战略更为重要。因此， CTO 逐渐将技术研发和创新引向一个不完全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的方向，而 CEO 则通过与 COO 建立紧密合作，开始逐步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转向市场开拓。
这时 CEO 开始逐渐控制公司的市场预算和人力资源，将大量资源投向市场部门，从而削弱 CTO 对公司资源的掌控权。而 COO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也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，利用自身对公司运营的影响力，为 CEO 提供了支持。与此同时， COO 自己也通过将部分运营权力下放到基层管理者那里，避免了完全依赖 CEO， 这就叫构建同盟。 CEO 通过定期的高层会议和沟通机制，公开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力分配，确保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权力边界，避免出现空缺或重叠的情况，这叫沟通和透明度。这种权力的制衡成功地避免了权力的单一集中，确保了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和监督机制，最终促使公司保持了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的双轮驱动，且没有让某一方过于强大。第三，最厉害的洗脑术。一个成功的企业就像一个精心管理的王国，老板就是这个王国的君王，而员工则是百姓。而如何有效地管理百姓，使其忠诚于自己的君王，是每个老板都必须掌握的关键。洗脑术的核心在于改变员工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，这一过程非常困难，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往往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固定的。改变这些观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宣传和灌输来实现。为了改变员工的价值观，领导者需要给员工灌输新的思想，这种思想必须贴近公司的核心目标，能够激发员工的奋斗精神。例如，老板可以通过定期举办励志讲座、观看成功案例的视频等方式来影响员工的思维方式。通过这样的持续性教育和影响，员工逐渐接受新的思想观念，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动力和忠诚度。除此之外，改变员工的工作环境也是洗脑术的一部分。企业文化的建设至关重要，一个健康的企业文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的行为。例如，海底捞的老板张勇就通过提供优越的员工福利，创造了一个员工乐于在其中工作、生活的舒适环境。这种生活上的舒适感会让员工逐渐习惯于这种环境，从而更加忠诚于公司。第四，操控人性的摄心术。摄心术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操控技巧，能够让别人不由自主地按照你的意图行事。它的核心在于通过操控对方的潜意识，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。例如，在销售过程中，销售员如果只是单纯地告诉顾客这个产品不贵，往往效果不佳。而如果销售员换一种方式问顾客，您希望这个产品能再便宜一点，或者我们可以加送一些礼品吗？顾客的潜意识往往会被引导，最终做出购买的决定。摄心术的关键在于通过巧妙的语言引导，打破对方固有的思维方式，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决策状态。这种技巧不仅仅适用于销售领域，在人际沟通、团队管理中同样有效。通过摄心术，你可以让团队成员主动接受你的领导，甚至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推动团队朝着你设定的目标前进。非语言沟通，如肢体语言、面部表情、眼神接触等，在摄心术中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常常通过这些非语言信号传递出来，因此巧妙运用非语言沟通还可以增强言语的力量。例如，保持开放的身体语言，避免交叉双臂或其他防御性动作，这样会让对方感到更加放松。在与对方沟通时，保持适度的眼神接触，表达关注与理解，避免过于回避或过度凝视。微笑是最具感染力的非语言信号之一，适时的微笑可以帮助缓解紧张氛围，增加亲和力。第五，保持神秘感。神秘感是领导者维持权威和威信的重要手段。历史上很多成功的领导者都懂得保持一定的神秘感，让自己显得高深莫测，
从而让下属和他人感到敬畏和尊重。戴高乐曾说过，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威望可言。这一点在实际管理中也非常重要。过度的亲近和了解会削弱领导者的威严，而保持神秘感则能够让领导者始终保持一种不可侵犯的地位。例如，古代的部落首领狄奥西，他为了维持自己在部落中的威望，特意保持了与人之间的距离。即便是部落的成员想请他出山，也必须通过非常严格的程序，而他本人也严格要求自己不露面。这种神秘感让他在部落中拥有无可匹敌的权威。对于现代的企业领导者而言，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并不意味着要与员工保持疏离，而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让员工对自己的决策和意图保持敬畏。通过这种方式，领导者能够在团队中保持更高的控制力，避免权力受到挑战。以上5个权谋术，每个老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企业特点和团队情况，灵活运用这些策略，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风格。无论你是刚刚起步的创业者，还是已经在商界打拼多年的老将，这些技巧都能帮助你更好地驾驭你的团队，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与成功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权谋术并非单纯的控制手段，而是要通过不断理解人性、优化制度、提升领导力来实现真正的共赢。用这些权谋术，你不仅能增强自己作为领导者的威信，还能引导团队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，最终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局面。咱们下次再见。